这些书刚好就是他要适合他这个在异乡被劈腿的女生。然后这些书 can build my soul， 你直翻就是能够建立我的灵魂。距离台北车站东三门大约1分钟的路程是印尼街，你曾经来过吗？在台湾，最多的外籍人士来自印尼，但你对印尼了解多少？依据内政部移民署的官网统计，截至114年5月31日，在台居留的印尼人口超过34.4万人，占台湾外籍人口数31.4%，是台湾最多的外国人。但奇怪的是，相比在台人口数第2名的越南、第3名的菲律宾，我们对印尼的认识却反而更少。这么庞大的印尼人口，似乎在台湾很隐形。现在就动身前往印尼街，左边这边是周间的印尼街，右边这边是比较烟火气的印尼街。好，那这个印尼街是今天店家都有开，那大家有没有猜到为什么周间不开？周末才开印尼街啊，对，就是很多在台北的多半是看护工，阿公阿嬷你不能丢下来，所以很多就是周末才开。没错，印尼街就是这么有趣，周间和周末像是2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阿巴嘎巴，欢迎来到真人图书馆。这一集有点不一样，主角是来往于台北印尼街上的人们，有他和他，也可能是你和我。每个人都像是一本书，承载着不同的故事，而每一个故事都值得被听见、被看见。那就让我们继续翻下去，一起读读这条街上的故事吧。好，这边有一家理发店，上次来了。对，理发店，印尼人他有些穆斯林他需要有绑头巾的。他在帮你做头发的时候，会顾到你穆斯林这种绑头巾的需求，会帮你围一下所以有些人他们，你说台湾也很多理发店，为什么不去？他来这边，因为他们在穆斯林的需求上面，他们是比较知道该怎么操作的。好，可以看一下。然后你可以看到有些地方它会有那个绿色的那个哈拉的标志，有没有看到这个标志？我介绍这个哈拉，你好，你好，我跟他们介绍哈拉这个对哈拉。对，那个不能吃猪肉了，不能吃什么？对，来多讲一点。好啦，还要什么？还要什么？你来台湾几年？这个我女儿20年。20年啦，对呀，你看我们台湾，对女儿就在这边。等那个沙爹。你有等沙爹？对呀，他们沙爹也很好吃，对呀。那好啦，还有什么事情？这个也是哈拉。你是哈拉那不是，我基督教。你基督教，那你就不用哈拉了。你看印尼就是这样子，对，但是哈拉那个外边那个像哈拉锅这样的。然后比如说动物要宰杀的时候，比如说你要被宰杀了，你的同伴不能看到你被宰杀，不能让你的同类看到，因为他会怕。对，所以说他是单独宰杀，就不要让那个动物看到他的同类被宰杀，所以他。对，所以它是比较人道一些的虽然说它有一个传统在，但它其实是更注重你不能随便去虐杀上帝的创造物。所以我们看这个，你在印尼，人家介绍印尼菜的时候，常常会介绍一道叫人当牛肉，有没有？这个干咖喱，那个咖喱就是那个烧的比较干，然后把它附在那个牛肉块上面。那我们店里面也有卖人当，但是我们店里面的人当就是把它做成汤咖喱，台湾人比较容易吃，比较清爽。对，那然后做它这个是牛腩块，那我们是用牛培根片，这样可以那个把整个那个价格降得比较低，大家比较容易吃，不然这一份就很贵相对贵然后这个就刚刚讲把寿有没有丸子？那印尼的丸子跟那个贡丸又不一样，它那个是牛肉丸，然后它有大丸包小丸，有没有？大丸包小。它吃这个丸子其实是各式各样变化的，对，然后所以这个是大丸子。大丸包小丸，大丸包牛筋，大丸包辣酱那个就是有
不同的变化，所以他们吃拔寿其实是花招很多的啊，不像我们贡碗汤，那一碗拔寿可能就要冲到200多块，是有可能的哈。好，然后这些就是他们的什么 nasi goreng 有没有？这个是炒饭 ，goreng 就炒 ，nasi 就是米啊，炒饭啊。你去马来西亚吃有没有？啊，辣死你妈！辣死他妈！啊，就是那。来，我们乱入，同学们。跟那个国家的绑在一起，所以就是每个礼拜就会有这个移动书屋接站。地板图书馆不是什么正规的图书馆，却是让离乡的东南亚朋友看看母语书籍的小天地。只在周日下午开张，地点就在台北车站大厅的东南角，一个行李箱。几张小小的手绘看板，一本又一本被翻过、被带走又被还回来的书，这些书从哪里来的呢？哦，原来是从甲木店拖出来的。因为我们这个书箱就是基本上都是放在爹爹甲木那边，对，所以每周都从他们那边拿嘛，对啊。然后因为爹爹甲木他们最近也有推出那个走读的活动，对，然后所以说就是如果有走读的话，有时候阿光他们会带着他们的学员来我们的图书馆这边，这样对，然后就是在这边就会请我稍微介绍一下这边这样，所以现在就是带大家来书摊看一下，对，就是我们的书摊通常会在这个柱子这边，对，就是台北车站大厅的东南角，对，然后时间的话是每个礼拜天的2点到6点，对，然后我们就会坐在这附近借书给大家，对，大概是这样子，对，就是会有就是我们的书摊有蛮多的书，就是包含像是宗教的，然后还有一般的书，然后还有一些像是小说啊，然后食谱、杂志，还有甚至是漫画都有，对，大概是这样子。对，然后像最近的话也有很多的新书，然后有时候我也会翻一翻，对，然后像这种食谱的书就很有趣，因为它就会介绍一些印尼的食物的一些做法嘛，对啊，所以说它的用字也不会太难，所以我就没事的话就会翻一翻，对，看了也蛮饿的，也蛮有趣的，大概是这样子。我们灿烂时光的话，就是这个是所谓的就是行动图书馆，对，然后我们主要就是希望说，在北车大厅的这些印尼的朋友可以来借书，对，当然不止印尼啦，就是还有其他语言的书，所以我们也希望说，就是假日在这边的义工可以来我们的书箱借书，然后阅读这样。对，就是主旨就是希望他们可以透过阅读自己家乡的文字，然后得到就是灿烂时光这样，就是作为一个抒压啦。那其实也还蛮多人来借书的，对。然后像是之前就有一个人，他是说他在印尼以前是读商业相关的，对，但是因为后来就来台湾工作了嘛，就是当那种就是家庭的看护工。对，然后所以就没有在读书。那他就是会来这边，就是找一些商业相关的书，就是自己精进这样。然后我就觉得还蛮有趣。然后除此之外，就是其实也还有台湾人来借书。对，就像他们他是来帮他们家的那个看护工借书这样。对，因为他就说他的年纪其实跟我差不多大，对，但是他就是程度只有国中左右，所以就请我帮他挑了几本比较简单的书过来。对，那还有就是遇到那种很喜欢读书的
人，对，然后他就是，所以他就是有来这边借书啊，然后后来也有捐自己的书来这边，而且除了来借书以外，也是有很多人来这边聊天，对，所以不一定要都是来看书或什么的，对，其实也可以就像坐下来，然后大家聊个天这样，不管是北车这边或是台北市这边，或是整个台湾，其实我们都很希望说大家可以就是相处得更融洽，就是因为真的有很多的新移民来嘛，北车大厅就是很多的印尼的移工，他们假日会在这边聚集嘛，然后其实这个现象已经持续很久一段时间，对，那从大家一开始的排斥到后来有慢慢的在就是接受这件事情，甚至现在有很多的台湾人也会一起坐下来，对，那我就觉得说就是整个就是感觉大家有在变好的感觉，对，大家的那个包容力更好，然后而且其实因为现在还是有很多人对这方面的知识比较不太了解，就是这个领域，对，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书香它有一个功能，就是今天虽然你不借书，但是我们作为一个入口，就是带你知道说原来有这件事。地板图书馆的诞生始于一间特别的书店。在新北市中和区的转角巷弄里，有间名叫“灿烂时光”的东南亚主题书店。这里没有收银机，没有价格标签，因为它是一间只借不卖的书店。就我并不是要做一个全台湾人都爱的东西，所以我也不是要做一个全部印尼、越南移民移工都爱的东西，我们就做可能有人爱，然后我们也爱做的事情。的东南亚移民工里面一定有爱看书的人，但是他们要看书的可能性非常低，因为书很难取得。台湾就中文社会没有东南亚书，那我们就想跟这些人做朋友，或者我们以一个在地人的身份试着满足他们的需求。所以一开始我自己先买了一点越南书、印尼书，然后发现很贵，那可是我老婆就想到一个好办法，就我们发起一个运动，叫做带一本自己看不懂的书回台湾。我就在天下杂志那边写一个文章，号召好心的台湾朋友，你要去越南玩、印尼玩、泰国玩，回来的时候，请你带一本你自己看不懂的书，因为正常台湾人是不懂越南、印尼语的。你带一本看不懂的书回来之后，你要干嘛呢？送给我们，因为我们有一个东南亚书店，我们需要书。那我们这些书也不是用卖的，我们就是以这边作为一个转接点啊，我们去提供给想看东南亚书的移民移工看。那这个号召其实非常成功，所以你看后面这些，我们已经送出去很多，这个是现在剩下来的，就陆陆续续有东南亚的书，好心的台湾人就带给我们。我觉得那个好处，一个是让在这边在异乡工作生活的人，或者说中文不是他母语的人，如果他愿意，他可以进到他熟悉的母语世界，那他会舒服。然后就有朋友跟我说，他家的帮佣，印尼帮佣需要印尼书，需要严肃的印尼书啊，因为那个帮佣被男朋友劈腿，所以失恋，想要读书啊。然后那时候我们书店其实还没有开始正式营运，可是我们书已经有。然后我就想吧，好吧，他要严肃的印尼书，可是我也不懂印尼文。可是实体书的好处就是，你看这么厚一本的，就很严肃，那种薄薄的，或者你可以看封面。这边我们都太严肃，比较薄薄的，你看这个就不严肃。所以我就挑了几本严肃的。我觉得严肃的印尼书寄到台中，那个朋友的帮佣在台中。后来他就回讯息给我们，他收到书了，他回讯息给我那个朋友，那个我朋友就转讯息来。我收到 LINE 截图的那一天，我们还在补墙啊、刷油漆啊，然后在设计这个活动啊。然后我傍晚的时候在门口，觉得为什么要做这么奇怪的事情？因为我们书又不卖，那注定是要赔钱的。可是他那个截图来，他怎么写？他说他收到书了啊，非常谢谢我，就辗转谢谢我。然后呢，他最后用很简单的英文写，就是
这些书就是他要的。这么刚好，其实我也不知道，可能他英文程度也有限吧，就是这些书刚好就是他要，适合他这个在异乡被劈腿的女生。然后这些书 can build my soul， 你直翻就是能够建立我的灵魂，所以你就可以知道他的意思。他在异乡心碎了，几本严肃的母语书，让他可以安慰他吧。你看我们书店那时候还没开张哦，我们就已经帮到一个素昧平生的人，所以后来我们的这个书店的 WiFi 的密码就是 Build My Soul， 账号是 Reading 阅读Build My Soul。等我一下，我刚刚有看到Gmas， 你看。这很妙，因为我们在打扫，所以就把那个旧东西。他们新书发表会兼这个印尼阅读文化推广协会 Gmas， 就是我们在做这个书店的同时，就因为东南亚朋友会知道，有几位文青型的印尼帮佣，他说台湾人都做这个事情，就推广阅读，那他们自己。就我们收东南亚书要给他们看，那他们就想，那他们也应该做些什么？那他们要做的，最后决定要做的就是，他们如果谁先回到印尼，就在乡下，因为通常都是乡下，就在他家开一个小书店，然后其他的人，他们这个联盟的协会的人就每个人资助他一点钱。所以 Gmas 成立，然后我们也去拜访了，就有一年我们就。他们成立那一年，我们就刚好也有空去印尼，就去他们就是把自己家，他们因为乡下，所以都是平房。他比如我的客厅，我就布置成图书馆，就一面书墙，然后他们自己收集书，我们也带一些书给他，然后他们收集就是可能写信给印尼当地的出版社，说我要开一个书店，免费借阅的，就是其实有点像图书馆。然后那些出版社也就不错啊，有人愿意做这个事。那出版社书超多的嘛，就每家出版社给你个100本，给你个100本，就一面书墙。然后我们去看的时候就是 opening 就开幕，我就他就把乡下的人都去来表演啊。然后我们住在他家，隔天早上起来我就真的看到小朋友跑进来翻书，就很棒啊！就是善意影响善意，善意造成更多的善意。对，不过当然那个当然更不跟我们一样啦，就是不是一个赚钱的行业。可是我觉得光是当时我们记录下来这个事情，看我们现在可以转述这个事情，就已经蛮感人的。这面墙我们当时在设计的时候，就是要有东南亚风味。然后我们开书店的那一天，其实预计就是泼水节，所以我们设计了一个大象喷水的一个画面，所以喷出来的水滴就是东南亚各国国旗。那画的人是 Alex 王立业和他的女儿，他的国中生女儿，他们两个就志工，这边连画了3天3夜。那设计这一个墙还包括我的同学作家楚世颖，他那时候也来帮忙，对我们的研究，因为他是泰国通，所以那时候研究怎么样画大象，然后怎么样喷水。好这面墙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它是可以让，比如你是马来西亚，比如马来西亚寻人中学，那个他们来参观，有他们的国旗，大家就会在这边自拍打卡，或者越南的新住民看到自己的国旗，或者泰国的新住民看到自己的国旗，或者印尼的就自拍，就是表示我们在这边台湾有一个书店是跟他们的国家是有关系。这是我们2楼的演讲场所，那一般坐地上或者坐我们买的这种小学椅，然后每张椅子上都有喷漆喷书的意思啊，就各国菲律宾文的书，这个是泰文的书，南史。那不要看它像小小，其实我们挤的时候可以挤30-40个人，就大家很拥挤在这边。那在前面演讲，
其实我们就是虽然是说东南亚主题，但是其实是任何非主流的，你愿意来讲有趣的题目就都可以。这个竹联画着101大楼，它其实是一个移工送我们的礼物。他在台湾待了10几年，主要在台北。他说在台北生活工作非常辛苦的时候，他常会在后阳台看着远方的可能被遮蔽一半的101。那他看到101就说啊，我要像101这么坚强，永远挺立在那边。那类角木的前身是那个舒凡的爸爸他们在经营的，然后是那个我们叫他家具行，因为他就是远端卖家具的。然后我们因为做四方报的时候就认识，然后我们要在台北车站开始摆摊的时候，我记得好像有1、2次，还是我们一开始就决定，就拜托那边我们会借放我们的那个行李箱在那边，不然从台北站拖书很重的，我拖过1、2次，我觉得哇那个非常重，所以一开始就想拜托他们，我们就借放在他们后面，占他们的位置，他们也都非常客气，就是 OK， 你看10年9年来都 OK。后来他们改成Day奖木，我们还是继续放，那个舒凡啊、阿光也都 OK。阿光他们其实也不是纯粹做一个饮料店，他就是想要推广印尼文化，所以文化跟书是分不开的。一间小小的书店，从一点点善意开始累积，10年来，灿烂时光书店承载了无数与东南亚有关的记忆与故事。如今虽然熄灯，但这里是画上了逗点，而非句点。而印尼街在人来人往的台北车站旁持续存在。如果你想认识印尼，或许就从一场走读活动、一杯饮料、一顿饭开始。Day甲木是一间印尼的草本饮料店。那我们在这边也是为了我们的台湾客人能够更多的了解印尼文化，所以我们就开设了这个印尼文化跟甲木文化的走读讲座，帮助这个在印尼在台湾非常陌生的这些对印尼的这些朋友们，能够从0到1的来认识印尼这个可爱的国度。甲木就是印尼人的中药或者是青草茶，那它是用赤道的这些作物，比如说姜黄啊、罗望子、香茅，还有很多不同的姜。不同种类的姜跟姜黄来调配而成，那是可以除了医病的这些配方之外，还可以有日常保健的这些功能，增强体力啊、养颜美容，然后调节身体的这些平衡，免疫力都是很好的。是的，印尼人传统就在使用的，不管是宫廷或者是老百姓，都常常来使用甲木，他们从小就会喝，也是妈妈的味道。甲木在2023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健康又好喝。印尼这个香料王国，我们可以不用一下子就懂，从香料开始，从味道开始，从吃开始，慢慢靠近，慢慢了解。有一天，印尼这个原本对我们来说陌生的国家，就不再那么隐形，而是成为我们生命里有味道、有记忆的一部分。Jadi yang paling favorit di sini tuh bakso ya guys. Ini bakso. Selain itu, ada juga menu-menu lain yang paling favorit di sini ada ayam bakar taliwang. Ini ayam bakarnya ya. Ayam bakar. Teman-teman juga suka banget sama nasi padang. Apalagi orang Taiwan, mereka suka banget makan nasi padang. Ini nasi padang ya. Jadi sini patong Nurovan. Nasi padang, ada sayuran juga. Ini sayur ubi, singkong, ada tempe, ada sayur nangka. Dan juga spesialnya pakai sambal. Pedes, henla. Warung ini udah buka sekitar 9 tahun, kurang lebih 9 tahun. Yang paling spesial di warung ini ada bakso, ada juga nasi padang, ada sate ayam, sate kambing, itu yang paling favorit di sini. Yang biasanya mampir ke toko kita itu ada orang Indonesia pastinya, karena banyak banget orang Indonesia di sini, baik itu pelajar maupun bekerja.
Tapi juga ada negara seperti Malaysia atau India, karena di sini adalah menjual makanan halal. 印尼人是在台湾最多的外国人，他们有点害羞，笑起来腼腆，但真的很可爱，也很热情。如果你好奇印尼这个国度，不妨在周日下午来台北车站大厅走走，逛逛地板图书馆，顺道到印尼街吃吃喝喝。从一本书、一道菜、一句问候开始，你会发现这条街不只是印尼人的街，它也可以是我们重新理解彼此的起点。这本书翻到这里正式合上，我们下次再翻开另一本书吧。